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姐厨房，我是刘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京酱肉丝的家常做法，酱香浓郁，下酒又下饭。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块瘦肉，大概在200克左右，最好是选择猪里脊肉，这个吃的口感好，而且还好吃。里脊肉一般表面都会有一层筋膜，这层筋膜一定得去掉，要不然会影响口感的。接下来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如果感觉不好切的，最好是提前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冻一下，这样更好切。切的时候有个细节要注意，如果肉冻的比较硬，就要稍微切的厚一点，因为解冻化开后的肉是会变得非常细的。如果比较鲜的肉，就稍微的要切薄一点，这样切出来的肉丝才不会太粗。切肉丝之前一定要看一下纹路，要顺着纹路切，也就是顺势切，这样成型好才不会断裂。再把它切成细丝，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葱姜汁用来腌肉，用的目的是去腥增香和增加肉的鲜嫩的口感。准备一段大葱，先用刀给它拍扁，然后再切碎。一块生姜也给它拍扁，再给它切碎，这样更容易出姜葱的香味儿。切好后把它收入碗中，再加入温水，用手稍微的给它抓揉几下，姜葱的香味儿就能够很好的释放在水中了。肉丝中我们再加入清水，把它清洗2遍。这样可以去除肉丝里面残留的血水和腥气味，这样做出来的颜色会更加的鲜亮，不会发黑，味道吃的也更香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挤干水分，然后再把它放入大碗里，看一下颜色特别的鲜亮。接下来腌制底味，放入适量的食盐，半勺胡椒粉，再加入1勺料酒去腥，半勺老抽上色，再加入1勺生抽，再加入1勺葱姜水。葱姜水切记不要一次放的太多了，最好是分3次放入，然后用手向着一个方向慢慢的搅拌均匀。搅拌至肉看不见水了，表面稍微的有些黏，再倒入葱姜水继续搅拌均匀。这个葱姜水的量根据肉的含水量来定，肉的含水量比较少的话，葱姜水的量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，肉的含水量比较多，葱姜水就要少放一点，目的是给肉去腥增香，让肉吸足水分，口感吃起来才会鲜嫩。像这样看不到水了，然后再打入1个鸡蛋清，增加肉丝鲜嫩的口感。用手继续向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抓拌至粘稠后，再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，锁住水分，切记不要放的太多了，要不然肉质的口感吃起来就容易偏硬。抓拌均匀后，再放入适量的植物油，这样防止炒制的时候粘连在一起。再给它继续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在一旁腌制20分钟。接下来是调制京酱肉丝最关键的酱汁，少许的生姜去腥，先给它拍破，再给它剁碎，剁好后放入碗中，然后往碗中加入2勺的甜面酱，增加酱香味；1勺海鲜酱，增加肉的回香感，让肉丝吃起来口齿留香；1勺蚝油，增加鲜味；1勺料酒去腥增香；2勺生抽酱油
半勺的老抽增加颜色。最后放入小半勺的清水，搅拌均匀。切记不要放淀粉，那样炒出来的肉丝容易粘在一堆，看着没有食欲。搅拌均匀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2张豆腐皮放入大盆中，倒入开水先浸泡上，放入少许的食盐，这样豆皮吃起来劲道不碎，而且还可以去除豆腥味儿。接下来准备配菜，一袋大葱从中间给它切开，然后再把它切成葱丝。切好后收入盘中。黄瓜1节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主要是增加清香的口味儿。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胡萝卜搭配颜色，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切好后放入盘中。香菜适量，切成段，增加香味儿。这样的搭配让京酱肉丝吃起来口感层次更丰富，营养又美味儿。豆皮通过10分钟的浸泡，然后把它控水捞出，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儿。如果不喜欢吃豆皮的，也可以做些面饼或者烤鸭饼卷着吃，非常的不错。切好后也装入盘中。食材准备好后，下面开始起锅烹饪。起锅烧油，油温烧至4成热。过肉丝的油温切记不要太高了，保持中火，把肉丝倒入锅中，用筷子迅速的搅散。时间不需要太长，要不然肉丝吃了不鲜嫩。大概15秒钟左右即可捞出。不喜欢滑油的，放入少许的油，把肉丝炒熟后先盛出来也是一样的。锅中留少许的油，再放入5克的香油，这样炒出来的酱香味更加浓郁。接着放入20克左右的白糖，保持中小火炒至微黄，出焦香味儿。再倒入提前兑好的酱汁，这样炒出来的京酱肉丝颜色更鲜亮，而且还有一股特殊的焦香味儿，吃着味道会更香一点。酱汁的时间稍微要炒得长一点，炒至酱汁水分减少，粘稠鲜亮，然后再倒入肉丝翻炒均匀。如果感觉颜色偏浅的，可以放入少许的老抽翻炒均匀，炒出锅气，炒出香味儿。炒至汁干油亮即可关火出锅，装入盘中。哇，这样颜色看着非常的黄亮，很有食欲，而且酱香味扑鼻而来。最后再撒入一些炒熟的白芝麻，增加香味儿，美味继承。这样一道京酱肉丝，简单家常，酱香浓郁，咸甜适口，老少皆宜，下酒又下饭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